没有，这个人和这个人名都是第一次出现。加强对莲花的监视，尤其是这几天，寸步不离地跟着莲花，看他是否会在绣品行之外打什么电话，或者主动地去跟什么人见面。您对金妹不放心？以防万一吧。莲花那里越是没有什么动静，我就越是要加强监视，不然我的太阳黑子计划就会完全泡汤。记住，凡是他单独去过的地方，都得要报告。莲花先生，云子科长。1个多小时前，我接到一个电话，有个绣娘向我推销刺绣，约我见面看货。我不知该不该去，所以先来汇报，顺便请示，免得大家瞎猜误会。怎么了？你们干嘛这么看着我？有什么问题吗？没有。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来向我汇报，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当然要尽早向你报告嘛，这不是你定的规矩吗？很好，很好。那个，你估计那个绣娘？我就知道你要问，不用估计，肯定跟军火船没关系。苏绣闻名海内外，苏州号称有10万绣娘，像金妹这样的绣娘，我因为开绣品行认识太多了啊，但她很长时间没给我供货了，最后一次生意还是我被你们逮捕之前了。那你打算跟他见面吗？所以啊，我先来请示你嘛，听你安排。哦，我在电话里并没答应他马上跟他见面。我看啊，还是你自己决定吧。好，那好。他的绣品品质一般，不好卖，见不见面也没多大意义，生意谈不成的。正事谈完了，下午有时间吗？几天没见你了，我请你到茶楼喝茶，浪漫一下，顺便陪我做笔生意。科长，莲花先生，我还有事，先走了。陪你谈笔生意，什么生意？茶楼老板跟我订了一副极品双面绣，让我给他送去看看。你正好也看看我平时是怎么做生意的，顺便帮我敲敲边鼓、抬抬价，感兴趣吗？这倒很有趣。我们女人平时杀价杀惯了，这抬价还真没有这种体验。我现在把我所知道的荣将军都跟你说，你现在在客观的以你我多年的默契和相似的个人的感觉你再来判断一下我的直觉、感觉和预测，你能不能接受？哎呀，意外啊！真是很意外。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说还真是不能说是支持你吧，至少我很难反对。嗨，你别绕弯子，支持就支持，反对就反对，痛快点。那你跟荣将军商量过了吗？没有你的同意，我哪敢跟他谈这事儿？那除非我不知道他的计划。他爱怎么干，干到什么程度，那是他的事情，跟我无关。可现在问题是，我已经知道了，那我就不能跟他一个普通老百姓联手了。你讲话了，还是要讲究组织原则的嘛，毕竟池北吉是党内的同志，
我原则上同意，但是他做这事儿不能影响小池的工作，更不能给他带来任何危险，否则绝不饶恕他。你放心，荣将军他不知道池北吉是我交通站情报员的身份，也不知道吴越南和我是新四军的身份。哎，要不然这样，大家一道吃个饭，你和荣将军见上一面，也好对他有个印象，顺便感谢一下他提供几台卡车运送军火。你就装成是我的老板，顺便过来关心一下运送军火的事情。我就不用装成你的老板了吧？啊，本来就是。你出门也有人跟踪啊？那我平常也就可想而知了。别这么刻薄好不好？那是我的警卫。哦，你的警卫，哎，那我的警卫呢？我跟你在一起，你还需要警卫吗？也是也是，今天你就是我的警卫，我待遇很高嘛。哎，雪浪，是吴江的雪浪吗？对，吴江雪浪。历史上有个非常有名的人，曾经到过吴江。谁？范蠡。就是帮助越王勾践兴越灭吴的那个上将军。相传当年吴王亡身于杭山，越王摆宴姑苏台之际，范蠡却激流勇退，携西施从苏州城西南的石湖进太湖，从此隐姓埋名泛舟五湖。我崇拜西施这个大美人，她是世界上最出色的女特工。你也不简单嘛，一举把我拿下，为夺下军需船队立下了奇功啊！你自诩夫差？亡国之君，我自诩他干嘛？你和夫差异曲同工，一脉相承。我池北吉若非叛徒亡国奴，这淫荡的东洋婊子又岂敢安与我和亡国之君等同，肆意嘲讽，真是耻辱。哎呦，神奇，神奇，太漂亮了！哎呀呀！吴老板，这幅绣可是出自沈寿高徒之手，你心里有数？啊，出自沈寿徒弟之手，池老板，此话当真？这能有假？这幅绣不仅有图案秀丽、绣工细致、针法活泼、色彩清雅的独特风格，又有平齐光顺匀之绣技特点。哪一样不是深得沈寿嫡传，方能绣出如此精美之作？是啊，是啊，池老板不愧是绣品行老板，深谙鉴赏苏绣之道。沈寿，沈寿是哪位高人呢？清末苏绣大师，曾受慈禧恩赐。他能用绣针和丝线，把西方绘画当中的光影效果体现在绣面上，使苏绣达到一个新的高峰，被誉为“神针沈寿”，可谓是绣娘之巧，十指春风。这位池老板未曾介绍啊，我的日本客商樱花小姐，对咱们苏绣非常感兴趣。多多关照。哦，日本客人，哎，沈寿当年可是去日本专程考察过日本刺绣，算是有缘。池老板，既然是精品真品，啊，那您按质论价，我绝不还价。我知道胡老板向来爽快，
只要见到宝物，一掷千金，从不还价。不过我开价，顾客肯定会认为我水分太大。不如胡老板依照自己对苏绣的认知程度，按照现有的市场行情，给个大概价位，只要我不赔本，咱们就成交，如何？池老板的确是会做生意，让我开价，万一我要价开高了，池老板来个顺水推舟，那我岂不是吃了哑巴亏？到时候你还说便宜了我，那我岂不是既赔了银子，还欠你个人情啊？哎，胡老板懂苏绣，迷苏绣，苏绣什么行情，能瞒得过你吗？我也正因为如此，才请你先开价，免得伤了和气吧。要不然，肯定是我卖家先开价，明码标价。哎，来，随便说个价位听听。哎呀，全当是玩嘛，又不是一锤子买卖。行，既然池老板如此谦让，那我就当是玩玩啊，抛砖引玉，开个价，但肯定会让你池老板觉得物有所值了。请，我出这个价。啊，1块大洋。一个大洋连这个绣架子都买不下来，我说的是100。啊，100块大洋。哎，樱花小姐，你这啊的，到底什么意思啊？这是贵了还是？当然是便宜了，太便宜了，真是便宜你了。哎呦，真便宜你了，这暗含贬义嘛？不知道樱花小姐认为开多少价才能不便宜我了？胡老板坐拥雪浪茶庄，生活想必殷实富有。看你痴迷苏绣，这品味情趣应当高雅。这么精美的苏绣，又出自名门之后，100块大洋拿回去，恐怕都不好意思跟朋友说呢。池老板，这樱花小姐可真会说话啊！别看樱花小姐长得是玲珑曼妙、羞花闭月，哎，说起话来颇有男子气度啊，胡某十分的欣赏。也罢，这样，今天就凭樱花小姐一口价成交此物，免得令老夫反让日本小女子侧目，如何？那就再加一个数。行，200现大洋，成交。池老板，赚了不少吧？胡老板，想听实话吗？当然。那我恭喜你，200大洋，我刚刚收回成本，还免费送货。那我真是捡便宜了啊！胡老板刚才一出100大洋，我心里就想，胡老板不愧是老无锡呀，拦腰一刀上来就杀了个半价。本来呢还指望他重新开个价，多少能赚点儿，没想到他热闹半天才多出了100大洋，真是空欢喜一场啊！不过呢还好，总算没亏本，没亏就是赚啊！是。三娃子，去提200块现大洋，今天这顿茶水我请客了。另外再各送2位客人2斤特级碧螺春，2斤特级铁观音。婊子，你也用不着沮丧，你根本不会想到，我让你陪我来茶馆的真正目的，是要在你的眼皮底下干一件掉脑袋的事情。你更不会想到，
就是这样一件会被你砍头的事情，恰恰在你的帮助下，顺利办成了。如果没有你陪同，我根本不敢单独来此，怕给茶馆惹麻烦。因为之前我所单独去过的地方，都被你列入监视名单了。你这个丧心病狂的恶魔，婊子！你已经逼得我寸步难行了。哎呀，想想今天这笔生意啊，可是真有意思。我呢有言在先，你也默许樱花小姐一口价。谁想到啊，这樱花小姐一口价就喊在了腰眼上，哈！我呢是捡了个大便宜，实际是赚了。你卖了个成本价，实际也没赔。这是天意啊，注定今天这笔生意要成。哎，再说了，我还是有收获的嘛，啊？哦，樱花小姐，不上我家里去坐坐了？不了，改日再去吧。再见啊！好好好。啊，胡老板，有机会再聚啊！带我迁及一下家里人，阿哥阿嫂，哦，还有楠楠，千万别忘记啊！啊，有时间大家一起吃茶搓麻将。哎，请回吧。好，告辞。啊，哎，千纪楠楠，吴越南来无锡了。好东西。哎，这么晚了，谁会来呀？不会真是楠楠来了吧？我来去开门。胡叔叔，哎呀，真是楠楠，来，快进来，快进来。你没有想到是我来了吧？哎呀，想是真没想到，但是早就知道了。晚饭吃了没有啊？吃过了。这是我给你和婶婶带的黄天元的糕团。哎呦，小娘鱼还破费什么呀？家里什么都有的。哎，叔叔，你说想是没想到，但是早就知道了，是什么意思啊？哦，哎，走，进屋去慢慢说。今天下午啊，可有意思了。为什么说想是没想到，但是早就知道了呢？你看，这是你的朋友池老板今天下午专程送到咱们茶庄里来的。我用成本价买下了它，算是捡了个便宜。他临走的时候，专门叮嘱我，告诉我千万别忘了切记一下你。哎，我就想了，你又不在无锡，我怎么牵记你啊？后来一想，可能是他知道你这2天要来。你看，你这不是？叔叔，他说什么了吗？说什么？说什么？啊，对，说了。他说这幅绣品啊，出自清末沈寿高徒之手。哦，不，他有没有让你跟我说什么？跟你说，他就说让我牵记你，跟你就没有了。怎么？你怎么这么紧张啊？这绣品不会是假的吧？哟，楠楠来啦，你吃了没？这3份遗嘱，分别代表3种不同的危险等级。1支表明一般危险，2支中度危险。这3只帽子等级最高，几乎表明大祸临头。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只要看见它，必须立刻停止预定的行动计划，静默等待我的下一道指令。简直是太神奇了，巧夺天工啊！
啊，哎，这个绣娘很可能是沈寿的徒弟啊，竟然将老佛爷跃然绣上，厉害。关键是啊，把慈禧绣在猫爪上，这不就意味着要把她踩死吗？慈禧，把慈禧绣在上头了。哎，我看看，我看看。据说啊，刺绣大师沈寿曾经亲自给慈禧绣过一幅肖像，那他徒弟也就一葫芦画瓢把它绣在其中了。老佛爷就长这样啊？太丑了吧！你把刺绣拿回来，跟你叔叔怎么说的？我说我喜欢小猫小狗，借我玩几天，反正我还要去他那儿拿赤北极的新指令，到时候再还给他就行了。小吴啊，不是我批评你啊，你跟赤北极见面，这我很能理解，但是你应该跟我跟老王商量商量，好吧？第一呢，这个时候见面到底合不合适？第二呢，见面的方法是否妥当？万一被特务跟踪了，你跟他都是非常危险的。你怎么突然又想到想跟小池见面了呢？这你还不清楚吗？我想当面跟他谈谈。当然，我不会傻乎乎的直接跟他说东大街10号的事情，这点我有数，你放心吧。赤北极的确很有经验，也许他已经意识到，或者已经遇到了危险，所以呢，他才用这样的方法来阻止你的行动。那你们2位领导决定吧，我到底能不能见他？既然已经联系上了，那就等小池的新指令，看他怎么安排吧。不过要提醒你，千万要小心，而且以后再跟小池见面，一定要经过王德才和我批准，不能擅自行动。因为小池不仅仅是你的恋人，他更是新四军驻无锡交通站的情报员。他虽然不是组织里的人，但是替我们工作，身份又十分特殊，知道吗？嗯，我知道了。明天中午饭啊，你还是给我送点咸鸭蛋和泡饭吧。就这螃蟹、鱼汤，都快把我给吃吐了，天天吃谁受得了？你就将就点吧，还想吃咸鸭蛋？这咸鸭蛋多少钱？螃蟹多少钱？就这螃蟹还有价啊？也就农民拿它充饥当饭吃了。就这横行霸道不值钱的东西，一网下去就够我吃2个月的了。要是现在啊，你给我来一碗无锡的小排骨，那就美了。哎呦，最好再给我来50个西盛园的那个小馒头。哎呀，要是那样的话，我愿意天天在这守着军火船。你们无锡的油面筋呐，那是好吃的不得了，我是最中意的。哎，我看无锡离这儿倒不远，我放你假，你小子游回去，等吃饱喝足再游回来。我再游回来啊？我游一半，我肚皮就空了，那不等于没吃吗？哎，你别说啊，这脑子里面要是想着无锡的小排骨和西盛园的小笼馒头，好像这倒胃口的螃蟹和鱼汤，也蛮香起来了。啊，吃吧，真吃不了了。不好，有敌机！不要慌，你们手里的不是烧火棍，给我打！坏了，会不会咱们军火船被发现了？不会，军火船藏的是密不透风，即使在天上也看不出来。那小鬼的飞机怎么这么巧跑咱们头顶上来了？船可就离咱们不到200米呢。看不出来不等于不想看，他有可能是在寻找侦察。侦察就侦察呗。刚才那枪声是怎么回事？听着好像挺密集的，是谁在开枪？跟飞机有没有关系？也是。小鬼子离无锡最近的飞机场是在上海，平时很少来太湖。刚才的子弹
只有一种解释：小鬼子发现了在太湖的抗日武装，需要动用飞机来围剿。不至于吧？就太湖上的抗日武装，鬼子用得着动用飞机来剿灭吗？不管怎么样，这都不是一个好兆头。马上把情况通知给王站长，军火船再也不能在太湖上藏着了。危机四伏啊！就是，赶快转移吧，要不我天天在这吃螃蟹喝鱼汤，太痛苦了。感谢他这一次用飞机给胡匪以重重的打击。好，随时欢迎石进军到我这来度假，我得安排。再见。王司令，这一次你的功劳大大的，情报非常的准确，只有让胡匪在岸上大量集结空军的打击，才过瘾有效彻底。感谢原田军的褒奖，这是我应该做的。只是用空军打胡匪，把我地面警察的事给做了，这个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呢？不，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大日本商船在太湖上的安全。很有必要的干活。这次空军对胡匪沉重的打击，就是给他们一个教训，让他们远离日本的商船。这样做很有威慑力。原田军说的有道理，但是有件事我不知道能不能插嘴。王司令的喜欢插嘴，插吧。南造科长的计划不知还搞不搞了？如果搞的话，我将与他很好的配合，说明他对我的信任。如果什么搞不搞的，乱七八糟的，有什么事直接说。太阳黑子计划如果不搞的话，那么停在我西江码头的那艘装电台的船，能不能马上驶离呢？这艘船如果在我管辖的码头上出了问题，南造云子还不要我脑袋吗？原田君，这艘装电台的船像是装了一船炸药，整日让我提心吊胆的。说实话，我是被搞得筋疲力尽呀，吃不消呀。毕竟我的精力跟我的兵力都是有限的，这你是知道的嘛。王司令，这条船不能开走的干活。如果把这条船开到我们皇军平门码头的话，那共军就找不到他了。就是找到了，他也没能力把他弄走。弄不走，他们就放弃了，那我们太阳黑子计划不就泡汤了吗？可太阳黑子计划搞到现在也没见搞出什么名堂来呀。就说那个中野吧，你开始说过他是个重看不中用的学生兵，我一开始还不同意你的观点，现在看来你的眼光还是独到的，能把人一眼看到底。不要跟我提什么中野！哼！从他第一天到我宪兵队来报道的时候开始，我就不知道他到我这来是干什么的干活。兵不像兵，民不像民，整天泡在平潭的沙龙里吃吃喝喝。说是什么要在民间收集情报，除了在民间收集到一个姑娘外，什么有价值的情报他都没有收集到。可中野有云子科长护着，谁敢惹他呢？就说那个莲花吧，他也被南造护着，可在很多事情上，南造根本不信莲花，因为莲花他是个辩解者，是个情报贩子，是个有奶就是娘的家伙。说实话，这种人我也看不上他。今天伺候这个，明日又服侍那个，打探点情报，卖给这边又卖给那边，换取一些钱财。近来让他撞了大运了，打探到共产党有5条船要过无锡，让他在皇军面前露了一手。可是你想，共产党能饶得了他吗？那几个女的潜入无锡，是干什么来的？就是来要他脑袋的。
共产党早晚会收拾他。王司令分析得很有道理。我听说莲花对中野恨之入骨，就因为上次对他的考察是中野一手策划并亲自实施的。虽然这个考察结果让云子小姐很满意，但是从此莲花对中野就记恨在心了。难道还有这种事儿？我倒是头一回听说。那中野他知道吗？当然知道，但中野毕竟是我大日本帝国的子民，跟我是同胞同事，在对待叛徒这个问题上，中野跟你是一样的，对莲花不屑一顾，根本就看不上，根本就不把他放在眼里。这都是中野亲口跟我说的。不信，你得去问他。我就不去问了吧，我也不方便问，让他们去闹吧。中野是贵国的子民，也许人还不错，但是在我眼中，真正值得敬佩的还是原田君。我与你共事快3年了，但在我眼中，您是皇军当中的这个大大的、真正的正人君子。原田队长，为了表示我对您的敬意，给您准备了一份厚礼，还请您收下。很有分量的干活。说吧，有什么是需要我帮忙？现在可以开口了的干活。原田君，是这样的，我堂哥他有一批货，想过去属关。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家当，今天让小鬼子的飞机都打得所剩无几了。要是咱们没家伙，今后在太湖上还怎么混？太湖上西北风不要钱，你们喝吗？那还站着干什么？还不带人出去抢？见小鬼子就杀，见二鬼子也不能放过。听西山镇的老百姓说，上一次我们抢小鬼子的货船，就是被那警备队巡逻艇的人发现，向宪兵队队长原田告的密。黄狼这个狗汉奸，早晚我要宰了他。宰不了他，就抢他一票。反正他们须江码头离咱们太湖不远，他们那儿的物资一定不少。如果没有物资，就把码头给他炸了，给二奶奶您解心头之恨。这些以后再说，现在实力还不行，只能挑些简单的活干。目前解决枪支弹药才是当务之急。真是闻所未闻。小鬼子的2架飞机居然从上海飞到太湖来剿匪，是吃错药了。湖匪再坏，那也是我们自己的同胞，要打也轮不到小鬼子来打。就是，我听三山岛的渔民讲，这个叫顾二娘的湖匪还算比较仗义，他从来不欺负普通的老百姓，
打劫的对象主要是以地主豪绅和恶霸，还有就是小鬼子的商船。即便是抢，他也是劫财不伤人，放枪那是为了吓唬他们。只要是把钱财留下，他就放人。后来我跟小刘去看了一下现场，这次胡匪的损失非常严重。你说的是人员还是武器？都有，整整3条大船被炸毁，武器大量损坏，人也死了不少。胡匪他没有报复吗？报复了。我听镇上的伪警察说，有一天晚上，胡匪把1个班的小鬼子都给宰了。怎么样，听着蛮来劲儿了吧？这就叫全民抗日。不过，什么？这胡匪他毕竟是胡匪，我们一定要严加防范。特别是在他们受到重创以后，他们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呢？什么？武器。别忘了，这4船军火在我们手上，我们不得不防。只不过现在我们手上的人员紧缺啊。这个我已经计划好了。这一次来无锡，一是向你汇报一下太湖上的情况，然后我顺道回上海，把咱们长江兵站的所有队员都带过来，护送军火船。我说你这个水运队的队长手上还有人员呀？上回军火船被袭的时候，你的人员不是大半都牺牲了吗？那只是一部分。这一次我要把所有的队员都带过来。我已经惨败过1次了，这一次我说什么也要把船送出无锡，将功赎罪。严重了吧？毕竟这4船军火还在我们手上，你是功臣，谈什么将功赎罪呢？那好，站长，我现在马上回上海，给我10天时间，我把队伍带到太湖，等你的命令。好，路上要注意安全。你回来之时，就是军火船转移之日，我等你。是。报告，进来。这位就是特高科南藏云子科长。这个女的怎么这么面熟啊？可我从来没有跟特高科长见过面啊，这个级别也不够嘛。不过她实在是太面熟了。你就向他汇报吧，资料都带了吗？哎，带了，我如实向科长汇报。这位就是无锡警察局韦传奎韦警长。坐吧。不行，我什么身份啊？我敢跟科长平起平坐吗？我就几句话，说完我就走。是吗？啊，你很识相，那就站着说吧。科长，这个案子我们警察局真不敢往下查了，不敢了。为什么？请科长过目。科长，您应该知道，这2枚弹壳，它是皇军用的王八盒子子弹用的弹壳，是在现场发现的。它和死者脑袋里的子弹完全匹配。从这点，我们就可以基本上认定，认定皇军是凶手。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这个弹壳它确实属于皇军用的王八盒子的弹壳，但是这个凶手他不一定就是皇军呐，这个枪肯定是被坏人所利用了。你还算聪明。谢谢科长夸奖，我愿意为皇军赴汤蹈火，万死不辞。现场还有什么发现吗？我们在现场发现了一个胶卷，我拿回去警局，马上就把它冲洗出来了。照片全在这里，我拿给你看啊。这。你这么看人可不礼貌。我也知道不礼貌，可是我这怎么了？想说什么？科长，我以前从来没见过你，但是我今天我不知道这照片上的人就是你。好在我现在不查了，这个案子结了，对你没有多大影响，对吧，科长？怎么回事？照片上怎么会有科长？拿出来。不是。
自不同的世界，岁月让我明白彼此的差别，在错的时间，在对的地点，谁也无法改变。风没听到我在哭泣，雨没体会我的焦虑，剩下的只有各自的使命，最后孤身远去。我不想哭，我不能再继续把我的爱丢弃在有情黑夜里，让挚爱摇曳，看花儿凋零，四季流年弹指逝去。我不想哭，我不愿再驻足，抉择的爱会成就更多幸福。我会坚强，我会领悟，离去是美丽人生最完美。